年前家里来客人，一个熊还在毁了我珍藏的手办，我一怒之下要求其父母赔传，却被我的亲戚出言辱骂。后来我看着他毁了亲戚家的珍藏的古董，拦住了前去理论的他们。他还是孩子，你们跟他计较什么？过年回家，我看见卧室里一片狼藉，我熬了好几个通宵，守着网站购买的手办708落反的躺在地上，旁边还有几个区域的脚印，一看就是小孩踩上去的。我立即冲出卧室，看着正往可乐里吐口水的小屁孩，瞬间火冒三丈。之前这个熊孩子就在我家搞过好几次破坏，最严重的一次差点把我的虫猫打死，而每次我想发火的时候，都会被熊孩子骂一句，他还是孩子打发。可能这个熊孩子以为我不敢对他怎么样，就却发得无法无天。这个熊孩子可能不知道，我早就在我的卧室装上了监控。我提着一堆的手办碎片来到客厅，熊孩子看见我手里的东西，圆润的脸笑越发得意。我忍住了自己想一拳挥过去的冲动，咬着后槽牙问他，我的手办是你打碎的？熊孩子一把把我推开，狠狠地踩了我一脚，大声吼道，你看见我是我弄的，没看见就不要睁着眼睛乱说，拿不出证据我就要告你诽谤了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扔下手上的碎片就揪起了熊孩子的衣领。我还没有动手，熊孩子的妈就冲出来，一把推开了我，他嘴里好叫着我虐待童，甩了我一巴掌。我瞬间气血上涌，一脚踹翻了旁边的凳子。我还没怎么样，熊孩子的妈就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开始哭天喊地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李老师一家看不起穷人，打我家小孩了。左邻右舍的邻居都冲出来看热闹。过年期间，楼道里站满了人，一时间我的愤怒值达到了顶峰。这个熊孩子妈向来蛮不讲理，因为跟我家沾亲带故，没少来我家占便宜。家里人都因为那两位弱的亲戚关系，一忍再忍，不想撕破脸面，但我从来不在意。我看着楼道里的人群，直接打开手机开启了直播，还把自己直播的房间号进行大声宣读。瞬时间，我的直播间里就见了不少人，弹幕更是一条接一条，走过亲戚还能有热闹看，真好。这是在干嘛呀？地下那是啥？地下那堆碎片，绝版手办，谁搞的？我要杀了他！我扫过快速流动的弹幕，将手机的摄像头对准了熊孩子的妈。他坐在地上看着我，拿手机对着他，顺手就拉住了我的胳膊。在和他拉扯的过程中，我父母眼见楼道里的人越来越多，急忙过来拦住了我。熊孩子的妈以为我父母损了，插着腰啐了一口，吊四男，刚刚不是要舞扬威的吗？怎么不狗叫了？是害怕我去告你吧？说着，他就将脑门上游的发亮的几根头发挽到耳后，一屁股坐在我家沙发上，还一脚将我的手办碎片踢了老远，拿起桌子上的车厘子就往熊孩子嘴里炫。我一把关上房门，走到了熊孩子妈的跟前，指着地上的碎片，你到底赔不赔？熊孩子的妈冷笑一声，随即将车厘子的合涂在我家地毯上。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大宝宝搞坏的？这么大的个子，脸都不要了。我面无表情地盯着他。我房间里有监控，手机里有电子小票，官网也有我的购买记录。熊孩子的妈慌灵顺，赶紧四处观察我把监控器按在哪里。还过了1周没找见之后，他不屑地瞥了我一眼，我看你就是想讹我们家大宝，什么破玩具那么贵，只要我家大宝高兴，这破东西碎了也是他的福气。我打开备用机准备报警，熊孩子的妈一下就慌了，连忙转头跨上我妈的胳膊，我妈顺势甩开了。我妈很清楚这个手办对我多重要。熊孩子的妈脸上讪讪的，我正准备报警的时候，我那同乡下来的奶奶逃到了人群中间。行了，大过年的不要伤了和气，你耐什么办多少钱，我给你拿了，就这样吧。我顺势点了点头，随即就报了一个价格。这个价格还是我当时抢手办师傅的原价，如今市场价都翻了好倍了。听见我报的价格，我奶奶的假牙都差点吓掉了。熊孩子的妈更是坐在地上接着嚎了起来，你这是敲诈，肯定是你故意把你的破玩意放在哪，让大宝玩坏的，你就是为了我们的钱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被他的这番话炸得外焦里嫩，颠倒黑白的话，他是张嘴就来。我冷眼看着坐在地上的他，蓦然开口，大妈，我的房间可是上锁的，对了，我的房间之前是锁着的。我赶忙冲过去看我房间的门，这也没有暴力拆除啊。我正准备调出监控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，我那柔柔不能自理的奶奶就开始无病呻吟，大家都围着她询问到底怎么嘛，她不是头疼就是心脏疼，最后更是惊呼一声，应声倒地，家里瞬时间乱作一团。熊孩子的妈更是趁乱离开了我家，走的时候还揣走了不少车厘子。熊孩子趁乱跑到我跟前，一脚踹翻了我房间的落地灯，还挑衅着看着我，得意地说，你的东西就是我给搞坏的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臭屌丝！我攥紧的拳头，恨不得当场把他从11楼扔下去。吓子熊孩子的妈赶紧过来，连哄带帅的将熊孩子带走了。我也准备关问我的直播，本来我当时开直播就是为了留一个证据而已，没想到我的直播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窜上了同城热榜，好多网友让我还原一下事情的经过，但是现在的我已经身心俱疲，没有什么心思去跟网友吐槽了。熊孩子回手办的事情就这样被糊弄过去了，但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家里的亲戚簇拥着将奶奶送去医院，家里就剩下我和一片狼藉。我终于有时间打开家里的监控，了解整个事情的经过，不看不要紧，一看监控，我差点气得想杀人。熊孩子的妈带着熊孩子刚来我家时，就哭喊着想进我的房间。父母知道我锁了门，就告诉熊孩子的妈他们打不开门。没想到我那拎不清的奶奶偷偷翻开了父母房间的抽屉，拿出了所有的钥匙，一把一把的试，最后才在众多钥匙中找到我房门的钥匙。
熊孩子的妈领着熊孩子进我房间之后，一屁股就坐在阳台的秋千上，看着熊孩子穿着鞋在我的床上踩来踩去，还起身关上我的房门。熊孩子把我的房间搞得一团糟，还想开我的电脑。最后熊孩子的妈一直鼓捣也打不开后，熊孩子就把目光聚集到了我的手办上。为了珍藏我的手办，我专门为他们重新打造了一排玻璃柜，而熊孩子拿到我的手办，就想脱了鞋砸向玻璃柜，没想到熊孩子的妈制止了熊孩子，并向他递上我的水晶球，宝贝，别把自己搞伤了，用这个砸，这个砸得快一些。熊孩子直接拿起他妈手上的水晶球，一下子就砸破了我的玻璃柜，柜子里的手办全掉了下来，但是只碎了一部分。熊孩子见状一脚就踹翻了剩下比较完好的手办，一边踹还一边说好玩。熊孩子的妈还在旁边夸赞自己的儿子行动力很棒。就在我的手办彻底成为一堆碎片之后，熊孩子的妈才将他拉到一旁，擦他的脑门，然后随手拿起我书柜里的漫画递给熊孩子，玩累了吧？看会想人书，喜欢的话一会就把这些书带回家去看，整个过程就好像在家里一般随意。我看到这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掏出手机在家族群里发了消息，并艾特了熊孩子的父母，你们损害了我的个人财产，一套手办以及一套漫画，我有监控视频为证，记得把赔偿打到我的卡上，不然我们就法院见。发消息我就关个手机，我才不要听那些所谓的亲戚在这和稀泥。就在我把所有的碎片收拾好之后，我家房门被敲响了，我从猫眼里往外看，熊孩子的妈领着熊孩子回来了，听到外面不停的敲门声，我觉得他们回来肯定是有目的的，比如说我打开了手机录像，还在客厅的角落，又被忘记打开了直播。我打开门，一脸冷漠的看着母子二人，熊孩子的妈褪去了先前的嚣张跋扈，满脸对笑，熊孩子嘴里含着棒棒糖，头也不抬，我直接将他们挡在门前，去而又返，肯定没必好皮。熊孩子的妈伸手就准备转我的袖子，我不留痕迹的躲开了。熊孩子的妈干大的捋了理由头，讨好的开口，小李呀，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阿姨就是过来看看监控，阿姨也想看看大宝都弄坏了什么东西，阿姨好准备钱不是？我回卧室拿出平板，熊孩子的妈也跟了进来。我打开视频，将平板放在熊孩子妈的跟前，她却没看视频里的内容，而是转着眼珠子一直扫视着我的房间。突然我听见熊孩子在客厅吼为声，我找到了，紧接着就是一地叮咛的哐哐的巨响，我连忙冲出房门，看见刚对我收拾的差不多的客厅，右边的一地狼藉，我看着躺在地上的摄像头，瞬间了然这母子俩回来的目的。我怒气冲冲的返回卧室，居然看见熊孩子的妈脱了高跟鞋，用鞋跟去扫卧室里的摄像头，我还没来得及阻止，卧室里的摄像头也被拆了下来。紧接着熊孩子的妈就把我的平板顺着窗户扔了下去，双手叉腰一脸得意，仿佛这样就销毁了他们做坏事的证据。我咬着后槽牙开口，我记得你娘家的弟弟正在考公务员。熊孩子的妈一把推开了我，阴阳怪气的说，找不到工作嫉妒我弟弟什么东西，大宝快跟妈妈回家，可别学这个臭屌丝，一点出息都没有。我急忙关上大门，拦在他们面前，你们未经他人允许入室损坏了我的财物，还毁了我的平板，就打算走了。熊孩子的妈一脸嘲讽，直接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，我是来你家做客的，是你奶奶让我们进去的，况且那平板是你自己没接住才掉下去的，关我们什么事？现在污蔑我们毁坏你的东西，证据呢？到时候我儿子可以证明是你污蔑恐吓我们，还对我儿子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，我们没有向你要赔偿就算好的，你还在这里牛逼上了。我看了一眼客厅的手机，声音骤然提高，所以你是不打算承认是吗？熊孩子的妈被我吓得一激灵，连忙起身拽着他儿子就想跑，你脑子有病吧？没有证据你乱说什么？你要是再威胁我们，我就要给你点厉害了。我被熊孩子的妈气笑了，随口问了一句，你能给我什么厉害？熊孩子的妈翻了个白眼，直接带着熊孩子走了。我拿下来正在直播的手机，好家伙，直播间的人数直接破千了，直播间里的评论都是让我不要姑息，纷纷支持我去报警。我淡定的将证据储存，直接去了警局。大过年的，也就只有我因为这点糟心事去麻烦警察叔叔了吧。我到警局找到正在值班的警察叔叔，将整个事件的过程简短的描述了一番。之后将备份的监控数据以及所有毁坏物品的小票截图、购买记录等全都交给了警察叔叔。我能感觉到警察叔叔在听完我的叙述，明显的愣了一下。显然，饶是办了这么多稀奇案件的警察叔叔，也没见过这么飙脸皮的人。警察叔叔确定我为有人证，于是这件事很快就立案了。走完流程之后，警察随即给熊孩子的妈拨去了电话。你好，请问是刘女士吗？你谁呀？我是派出所的警官，我姓张，你现在涉嫌一桩入室毁坏他人财物，结合超过8万元的案子，需要前来派出所协助调查。8万？你咋不说1个亿呢？傻逼玩意，骗人骗到冷凉头上，真是活够了。刘女士，你先冷静一下，我真的是派出所。警察的话还没说完，熊孩子的妈就挂断了电话。剩下我和我警察大眼瞪小眼，鉴于熊孩子的妈不愿配合，警察就想去他家把他带来警局。我本来也想去，但是突然接到了我爸打来的电话，说我奶的病重，让我先去医院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先将这件事交给警察叔叔，赶忙往医院跑。没想到我刚到医院就遭到了家里7大姑8大姨的威胁。小李啊，这点小事就不要和你阿姨一家计较了，大过年的和气生财嘛。就是，别和小孩子一般见识，大过年的就算了。我黑着脸一言不发。
冷眼看着这些烦人的亲戚，七嘴八舌的哥正和稀泥，我还没开口跟他们理论，躺在病床上装病的奶奶就开口了，细细，看着奶奶身体不好，还需要你阿姨照顾的份上，你就别和他们计较了。我冷笑一声，讽刺的说道，奶奶，我卧室的门可是你打开的，我这还没跟你掰成，你就开始护着外人了。话一出口，本来还想说点什么的奶奶，瞬间就捏了，可我的这帮亲戚，一个两个的可都不是省油的灯，他们将我软硬不吃，纷纷开始调转矛头，将指责对象指向我父母。舒秀啊，你们家西西可被你们惯的可以呀，一点好来话都听不出来，就是大过年的，不就是一个玩具吗？坏了不就坏了，这么上纲上线的是想干什么？大宝还是个孩子，亏你们俩都是老师，就是这么教练孩子的。我眼看我妈被欺负，瞬间就吼了出来，要我不计较也行，我的东西总共价值8万，一个绝版手办，一套收藏漫画，一个平板，还有2个监控，你们谁替他们赔一下，现金和实物我都接受，只要赔偿到了，我就不计较。话音落地，屋子里没有一个人出声，刚刚还一整延迟的亲戚们，瞬间都如鹌鹑一样，缩着脖子不敢说话。就在我准备去派出所看一下事情的发展进度时，熊孩子的妈冲进了病房，她一把拽住了我的袖子，直接把我拽了一个踉跄，一个丑屌丝，老娘分明砸你的摄像筒，你居然敢备份，你就是存心报复我家大宝，你就是见我们孤儿寡母好欺负，我不管，你快去派出所给我销案，不然，我冷漠的看着他撒泼，心里毫无波澜，不然你怎样？熊孩子的妈见我不为所动，当即跑过去跪在地上，拽住了我奶奶的手，婆婆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，大宝都被他吓出病了。奶奶还想说些什么，但是看着面色发沉的我，怯懦的不敢张口，病房里的亲戚也没有一个人敢出口帮他。见状，他又准备用他撒泼上吊那一套，我当即开口，你要想耍赖，我就报警。事情一下子就僵住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的好奶奶又适时的晕过去了，病房里瞬间乱成一团。熊孩子的妈也顺势进入了照顾奶奶的行列，最后由于我那好奶奶的插手，加上我爸妈夹杂在中间的尴尬，这件事的结果就是熊孩子的妈赔了我1万块钱，自以为就这样私了，但是那1万块我并没有收，因为在我这里，他一把拽住了我的袖子，直接把我拽了一个踉跄，一个丑屌丝，老娘分明砸你的摄像筒，你居然敢备份，你就是存心报复我家大宝，你就是见我们孤儿寡母好欺负，我不管，你快去派出所给我销案，不然，让我奶奶托付给了熊孩子的妈。我能明显看出来熊孩子的妈极度不情愿照顾那乡下奶奶，但是她又怕我就是重提，最后还是把我奶奶带回了家。大年初5，父母要去表姑家走亲戚，本来不喜欢热闹的我，这次也一反常态跟着父母去拜访。在表姑家里，我意料之中的看见了那个熊孩子，他看见我先是做了个鬼脸，然后拿起桌子上的金桔就往我身上扔，我克制住了自己的怒气，黑着脸看着他。熊孩子被一脸凶相的我吓得不敢乱动，只好跑到别的地方去玩了。我看着房间里阿谀奉承的亲戚们，烦躁的顶了顶后槽牙，自顾自的在房间里转悠。走在过道，我看见原本放着古董装饰品的展示柜上，全都放着格格不入的廉价工艺品，而过道尽头的一间卧室门紧紧关着。缓视了一周，我看见过道口的监控器红点还在闪着，我了然一笑。当时劝我的时候，他们一个两个都大义凛然的，如今真的到了自己身上，还不是把保护措施做得那么完备，真虚伪。熊孩子在房子上蹿下跳，每个房间都被他搞得乱七八糟，就连展示架上廉价的工艺品也被打碎了好几个。熊孩子的妈在一旁不闲，不但跟表姑道歉，真对不住了他大姑。大宝这个年纪就是有点淘气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当着那么多亲戚的面，表姑也不好意思发火，只能勉强的客套，没事，小孩在玩心动中，等他大一些就好了。我看见表姑气的脸都拉下来了，但还是维持着表面关系，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表姑看见我在笑，本来就难看的脸色更沉了，这么精彩的画面，我怎么能一个人独享？比如说，我赶忙打开了直播，之前手办的事，我放过了熊孩子，在网上被骂惨了，我自己也是有苦说不出，如今这么好看的热闹，当然要一起分享。我打开直播的时候，本来涌进了好多人进来骂我，但是经过我的解释，又都开始看起热闹来。我以为主播就是软柿子，没想到是硼砂敬佩，这小孩真欠揍，把家里造成这样了，都没人出来讲道理，真牛。自己家的孩子自己不教育，以后有的是人替他教育。直播间里的弹幕一条接着一条，我偶尔也打字和直播间的观众能互动一下。直播间里熊孩子的话题逐渐火热，基本每个人都碰到过不懂事的熊孩子。就在我正津津有味和观众的聊天时，事情的高潮终于朝我预想的方向开始发展。熊孩子终于看见了那个被锁住的卧室，一个位置空间对于小孩子的诱惑力是巨大的，特别是这种有求必应的熊孩子。熊孩子吵着要进那个卧室，甚至一脚又一脚的踹在门上。熊孩子踹门的声音引来了客厅亲戚的注意，卧室门口很快就围满了人。我要进去，快把门打开，放我进去。熊孩子的妈闻声而来，看见熊孩子哭的脸都憋红了，瞬间焦急的实施展命令。哎呦，他大姑，你快去找钥匙把门打开啊！大宝都哭得上不来气了。表姑的脸色沉得能滴出水来，但还是咬牙狡辩，这间房间里都是杂物，没啥好玩的，要是我也找不见了，就别进去了。我混在人群中间，憋着不敢笑，但还是小心翼翼的举着手机，尽量把这么好看的荧幕展示给观众。救命啊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，竟然都是杂物，就把门踹开吧，反正里面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我看着这把火烧的不够旺，躲在人群里添了一把火。我看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合着不是你家的东西，你不心疼呗？现在知道心疼了，
早干什么去了，我今天还偏要在这儿和稀你，我还没有开始发力，我奶奶就急忙拽着她的老姐妹赶了过来，我表姑的婆婆就是我奶奶的老姐妹，也是我当时找熊孩子算账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制止我的人，现在我奶奶带着这个老太婆过来，事情肯定就更精彩了。果不其然，就在表姑跟熊孩子的妈对峙的时候，房门对表姑的婆婆悄然打开了，本来门只开了一小缝，但是眼尖的我瞬间就佯装惊叹的叫出声来，哇哦，好漂亮啊！伴随着我夸张的演技，熊孩子的注意力也被吸引过去，只见房门紧锁的房间里有许多价格昂贵的器皿，甚至还有一个一探就价格不菲的花瓶。表姑看见房门被打开了，也顾不上跟熊孩子的妈掰成了，赶忙过去挡在房间门口。熊孩子刚进去没2步，就被表姑一把薅了出来。熊孩子还想硬闯，但是却被表姑死死揪着衣领子，怎么撒泼表姑都不放手。熊孩子当即就开始嚎啕大哭，粗犷的嗓子仿佛充毛病的拖拉机。熊孩子的妈眼看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揪着衣领子，脸颊蛀得通红，都快上不来气了，瞬间如炸了毛的狮子一般，一把拽住了表姑的胳膊。我说你们怎么锁着这家卧室？原来把好东西都藏在这里了，怎么着，把我们大宝当贼房是吧？我们家大宝那么可爱，谁见了不是喜欢的不行，你们这么做对大宝造成心理伤害怎么办？你们怎么赔？我已经了解了熊孩子妈颠倒黑白的能力，所以这番话出口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大的情绪起伏，但是这番受害者有罪论给惊呆了。我不咸不淡的让直播间的观众淡定，毕竟他们一会儿看见的场面会更加的毁三观。表姑被熊孩子的妈对得说不出话来，直接甩开熊孩子去关卧室的门，没想到熊孩子直接趁着被放开的间隙，一下就窜进了门缝中，准备进去玩表姑手上的力道，一下子没收住，直接关门夹到了熊孩子的手臂，这下可倒好，熊孩子又开始鬼哭狼嚎，熊孩子的妈直接将手里的瓜子扔下一地，好奇表姑的头发就往表姑脸上倒，表姑也不是好欺负的主，直接照着熊孩子妈的脸不停的扇巴掌，场面瞬间乱成一团，我直播间的人数也蹭蹭的往上涨。就在我们看热闹看得正欢，熊孩子突然趁乱跑进了房间，拿起房间里的东西就往地上摔，一边摔嘴里牌，一边嘟囔着，老巫婆，我让你欺负我都给你摔碎。随着一阵叮铃哐啷的巨响，表姑赶忙往房间里跑，我也赶紧举着手机跑过去，让众多网友吃第一手瓜。只见刚刚还堆满奇珍异宝的房间变得一片狼藉，就连最坚硬的铁器都被熊孩子使劲砸出了凹痕，我不禁感叹熊孩子强大的破坏力。表姑看见凌乱不堪的房间，一个器械上冲，直接直愣愣地栽倒在地。熊孩子的妈被吓得一激灵，赶忙牵着熊孩子的手准奔跑，亲戚们赶忙去给表姑掐人中，剩下的人手忙脚乱的拨打120，没想到熊孩子的妈居然没有直接离开，而是拽着自己宝贝儿子的手环视着客厅和过道。熊孩子的妈这番操作直接把直播间里的观众给看傻了，而我却知道她正在找监控，看来她这次学聪明了，不过她还是没有发现我已经将发生的过程全都记录下来了。果然在熊孩子的妈还射了几圈之后，她终于找到了按在角落里的监控，只见她俯身在熊孩子的耳边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他们母子俩便开始分头行动，熊孩子用烟灰缸往监控的方向砸了几次，才将角落里的监控砸落，而熊孩子的妈直接在卫生间拿出了拖把，2下就把监控器搞坏了。他们的行动太统一，我都来不及转镜头，只能一边直播熊孩子妈的行为，一边向直播间的观众描述熊孩子在干嘛。谋斯俩行云流水的将摄像头搞坏之后，大手牵小手的扬长而去。就在谋斯俩走了不久，120也赶到将表姑拉走了，这场道具也落幕了。我又跟直播间的观众聊了几句之后，也准备下播了，不过我也答应了直播间的观众，即使为他们跟进后续，表姑还在医院抢救，表姑的孩子全都围在医院。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，表姑的大儿子就想冲到熊孩子的家理论，但却被我奶奶拦下了，要阻啊，大宝也不是故意的，你们还是先抢救你妈吧。你谁呀？你凭啥拦我？你跟他贱人是一伙的。表姑的儿子可没我这么好说话，而且他的头也很够，直接把我奶奶吓得差点心脏病复发。表姑的婆婆自知做错了事，守在表姑的病床前不敢说话，奶奶眼看难不住，嘴唇哆哆嗦嗦的嘀咕着，可是身体却诚实的闪到了一边，还是得我来。哎，一群欺碗怕硬的人，我直接挺身上前，拦住了表姑儿子的去路。表哥，还是算了吧，大宝还是个孩子，你们跟他计较什么？看见我前来阻拦，表哥直接扔起了拳头，我可不怕他，我直接平时视着他，嘴角微微勾起，表哥的拳头终究还是没有落下，不过他仍然不服气。奶奶眼看我站出来为他说话，赶忙迈着称赏微微的步伐上前准备抓我的胳膊，我不耐烦的躲开了。奶奶脸色瞬间一沉，不是我说，淑芬啊，你们平常是怎么教育的孩子？就是这么对待长辈的。本来我爸因为家里有事就没来，我奶奶现在又开始针对我妈，直接不耐烦的开口，要么你来说。我奶奶以为我妈会帮她教训我，没想到我妈翻了白眼，冷声开口，是我们不会教育，红龙会教育，都把丽蓉气进医院了。不得不说，我妈是会一样怪气的。我妈也出口，瞬间把我奶奶对得哑口无言，还是表姐比较了解我，知道平易近人的，我不会平白无故变得这么咄咄逼人，于是赶忙拦住表哥，并询问我帮熊海蒂家的原因。于是我将之前熊海蒂看回我手办，还砸我家的时候，一五一十的跟大家解释清楚。就算这样，依旧还是有一些看不过去的亲戚出言讽刺，不就是个玩具，
还这么斤斤计较。大宝还是个孩子，小李当时要是没有咄咄逼人，大宝妈就不会砸人家房子了，就是真是个小心眼，这有什么好说的？没想到凶孩子已经接连闯下了这么多事，还有人认为没必要跟小孩子计较。不光是我，医院里好多医生护士都惊呆了。我正准备回队，就看见本来就脸色不好的表哥，先我一步走到了那些讨厌的亲戚面前。表哥个子很高，站在那些亲戚面前，极具压迫感。本来还有恃无恐的亲戚们，瞬间吓得像个鹌鹑一个两个的瑟瑟发抖，话都说不利索。你想干嘛？实话还不让人说，大过年的你还想忤逆长辈吗？我看见表哥逐渐攥紧的拳头，还是没忍住上前劝阻，毕竟我们是成年人了，一时冲动，最后还是要付出代价。表哥表姐听了我的阐述，以及亲戚们七嘴八舌的道德绑架，不停的表姑的所作所为道歉，看着窘迫蛋急去诚意的表哥表姐，我实在不知道表哥那样的人是怎么教出这么好的孩子们的。就在现场僵持不下的时候，表哥8岁的小儿子从人群中冲了出来，只见他一把抢过刚刚讽刺我们的那个亲戚的手机，用力的摔在地上。本来完好的手机瞬间被甩得4分5裂，那个亲戚一时间就叫嚷起来，你怎么这么混蛋，知道老子的手机多贵吗？你还有没有点教养？我还是个孩子，你的手机又不贵，你再买一个就是了。表哥的孩子用智能的语气回答气急败坏的亲戚，场面着实有些极度协调的滑稽。大过年的，你和小孩子计较什么？喜庆的日子就别这么咄咄逼人了。我把表哥的儿子护在身后，学着他们阴阳怪气的语调反击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知道那个手机多贵吗？他一番话直接跌整笑了，板子打到他身上知道痛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您刚刚还说不要斤斤计较，难不成您只是想到的绑架我们，自己做个老好人？难不成大宝跟你们家缘分匪浅？我跟表哥表姐齐齐上阵。对了，那帮无理占3分的亲戚脸红脖子粗的，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亲戚不欢而散，医院里只剩下我们一家和表姑一家了。我怕我妈先回去收拾家里，自己则留下来和表哥商量对策。我奶奶本来想穿多着表姑的婆婆闹事，但是表姑的婆婆眼看我们几个年轻人戾气就很重，根本不敢在我们面前搞事情，于是我奶奶只能悻悻的准备离开。我灵眨一动，赶忙大声对表哥说，医院事情这么多，我们还是忙完再去报警吧。表哥一脸懵逼的看着我，愣愣的应了个声。我以为熊孩子的妈顶多带着熊孩子来医院闹一下，没想到他居然做出了那么令人后怕的事。我确认我奶奶听见我的话之后，赶紧和表哥表姐商量，那小屁孩的妈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表姐回去守着家，表哥好好守着医院，记得拿手机录像保留证据。表哥表姐听我的建议，赶忙兵分2路守着凶孩子的妈。就在我晚上准备对这一系列事情复盘时，表哥的电话就打过来，他让我直接带着手上所有证据去派出所找他。于是我赶紧带着手机和 U 盘以及先前的手办碎片赶紧派出所。在派出所里，我看见了一脸伤痕的表哥，还有披头散发的熊孩子妈。弄了之后才知道，我奶奶听见我在医院的话之后，回去就把我的话转述给了熊孩子一家。而熊孩子的妈为了不让表哥他们报警，居然和娘家人商量，想去医院做手脚。而熊孩子的爸去表不家销毁证据的时候，被表姐改个正着，后来与表姐厮打的时候失手伤了表姐，表姐已经被送去了医院。我赶忙把我手里留着的证据重新交给警察，并且把一些新的证据也交了上去。熊孩子的妈以为自己搞坏摄像头就没有证据了，所以有恃无恐的和我们对峙。但是当我把我的备份监控和在表户家直播的录播放出来时，熊孩子的妈一下就撵了，她当即跪在我们面前，哭天喊地的求原谅，我们都是亲戚啊，求求你们不要告我，我弟弟还要考公务员呀，我们不该搞坏你们的东西，也不该动手打人，更不应该与医院动手脚，我们搞坏的我们赔，你们出价吧，多少钱我们都接受，私了吧，我们私了。旁边的警察冷笑一声，你们入室毁坏他人财物，还殴打他人，企图威胁他人的人身安全，已经构成犯罪，现在他们愿意私了，这个事情他们说都不算了。闻言，熊孩子的妈直接瘫软在地，久久没有起身。最后，表骨过了一段时间才苏醒，但是医生说，由于表骨气急攻心，又发了脑梗，可能后半辈子要在轮椅上裹了。而当初为熊孩子说过话的那些亲戚，由于帮不了熊孩子家的忙，都被熊孩子一家或多或少的报复了一番，最后居然全都支持严惩他们一家。熊孩子一家的案件开庭的这天，我退出了网络直播，并注销了直播账号。熊孩子的爸妈因蓄意毁坏证据，且毁坏劲儿较大，还殴打他人致重伤，伤害他人行为恶劣，数罪并罚。熊孩子爸被判有期徒刑12年，熊孩子妈被判有期徒刑8年。而因为熊孩子妈的所作所为，导致他娘家的弟弟不能考公，于是熊孩子的娘家也和熊孩子的妈断绝关系，没有人管这个熊孩子，这个熊孩子就被送往了福利院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奶奶之前因为熊孩子的妈许诺要将熊孩子继承给他乡下的小儿子，才与他妈关系那么好。而我爸爸不是奶奶的亲儿子，我爸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难过了很久，他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，但是他以为只要对奶奶好一些，奶奶就会顾念这份亲情。但是仅此一时，我爸将奶奶送回了乡下，只是每月还是按时给奶奶打生活费。我对这个结果还是很开心的，毕竟只有我们这个小家过得好才是最重要的。现在我家彻底断了和这些所谓的亲戚之间的关系，以后逢年过节就再也没有人催婚了，全都完结。